女孩子千万不要弱化自己，戒掉那些莫名的委屈感。一个人搬家很正常，东西坏了就找人修，钱不够就去挣。一个人吃饭、旅行，不是孤独的注脚，而是自由的日常。不要把自己当成受害者，你从来不需要被谁拯救。不要可怜自己，而要崇拜自己。你不是谁的藤蔓，你是自己的树。不要自怜，要厮杀。这几句话很有力量，但我想先说清楚，今天讲的厮杀不是让你变得冷硬，也不是让你什么都一个人扛。对，它不是苦撑，也不是逞强，它是不要一遇到生活里的麻烦，就下意识把自己放到我好可怜的位置里。比如一个人搬家，屋子里全是纸箱，窗帘杆掉了一半，快递堆在门口，你当然可以累，可以烦，可以坐下来缓一会儿，但不要把这件事翻译成我没人爱，我没人管，我的人生好惨。因为它本来可能只是一个需要被处理的问题。东西坏了就找人修，钱不够就去算差多少怎么挣，生活乱了就一件一件收回来。我觉得很多女生会有一种很隐秘的委屈感，不是那种大哭大闹的委屈，是心里突然酸一下。比如一个人去医院，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拖着行李箱找漏洞。明明也做到了，但心里会冒出一句，我怎么活得这么辛苦啊？这句话可以被听见，但不能长期住在里面。对，短暂停一下可以，但不能把我好可怜当成自己的身份。因为一旦你习惯用受害者的方式解释自己，你的行动力会被偷走，你会从我现在要解决什么变成为什么没人来救我。我跟你看法不太一样的一点是，我觉得人有时候真的需要被心疼，不能一上来就说你别委屈，你别自怜。这个我同意，人当然需要被心疼，也当然会想有人陪。问题不是你想被爱，而是你不能把被爱变成唯一出口。也就是说，可以期待有人帮你，但不能没有人帮你，你就觉得自己完了。对，你可以希望有人靠近你，但你不能把自己活成一根藤蔓，好像必须缠住谁才证明自己有地方生长。所以那句话才很重要，你不是谁的藤蔓，你是自己的树。我们往深一点说，为什么女孩子一个人做这些事儿总是容易被解释成可怜？因为很多叙事里，女生好像就应该被照顾、被接送、被惦记、被安排好。对，于是一个人搬家不再只是搬家，它好像变成了没人爱我的证据。一个人吃饭不再只是吃饭，它好像变成了我很孤单的标签。但这是谁规定的呢？谁说一个人吃饭就是惨？谁说自己修好生活就是没人疼？很多时候是我们在用一套很旧的标准看自己，那套标准会悄悄告诉你，如果你足够被爱，你就不需要自己处理这些。可现实不是这样的，被爱的人也要处理生活，有人陪的人也要修东西、赚钱、搬家、面对麻烦。真正的问题不是有没有人帮你，而是你有没有把自己的能力看得太低。这套旧标准的代价很大，它会让女生把很多本来属于成长的时刻误读成受伤。你明明学会了一个人签合同、找房子、谈价格、处理突发状况，但你不夸自己，你只觉得我怎么这么惨。你明明已经撑起了很多东西，却还在等别人给你搬一个你辛苦了。新的判断应该是，我不是因为没人救才只能自己来，我是因为有能力所以可以自己来。这个差别太大了，一个是被迫，一个是拥有。所以不要自怜，要厮杀，不是让你去跟谁斗，是把精力从可怜我切回我来处理。钱不够就去挣，能力不够就去学，东西坏了就找人修，关系让你不舒服就重新看边界。这不是鸡血，这是很朴素的生存感。你不要老问为什么是我，你要开始问现在归我处理的那一部分是什么。当那种莫名的委屈感上来时，可以先问自己一句，
这件事现在需要被安慰，还是需要被处理？比如窗帘杆掉了，确实烦，你可以先骂一句，甚至哭5分钟，但接下来要处理的是找谁修，多少钱，什么时候来。第二句可以问，我是在描述事实，还是在把自己讲成受害者？事实是我今天一个人搬家，受害者叙事是我的人生怎么没人管，事实是我现在钱不够，受害者叙事是我注定过不好。事实会带你去行动，受害者叙事会带你原地消耗。第3句是，如果我不等谁来救，我现在能先拿回哪一小块主动权？不是马上让人生翻盘，而是先打一个维修电话；不是马上变得很有钱，而是先算清楚本月缺口；不是马上变成超强的人，而是先把今天该处理的一件事处理掉。你会慢慢发现，很多你以为过不去的事儿，其实都有路径。一个人吃饭不是没人陪你，是你可以安静地照顾自己一顿饭。一个人旅行不是孤独的住脚，是你能决定自己去哪儿，停多久，看什么。一个人搬家也不是人生凄惨，是你把新的生活一点点搭起来。所以不要可怜自己，要崇拜自己，不是虚张声势的崇拜，是很认真的看见我走到今天不容易。你处理过那么多麻烦，忍过那么多不确定，还能继续往前走，你不是很弱，你只是太少承认自己厉害。最后再说一遍，不要自怜，要厮杀。这里的厮杀是去挣钱，去学习，去修理生活，去保护边界，去把自己从等待拯救的位置里拽出来。你可以柔软，但不要把自己软成依附。你可以需要爱，但不要忘了，你也能成为自己的支点。你不是谁的藤蔓，你是自己的树。愿你以后一个人走路的时候，不觉得自己可怜，而是觉得挺好的，我正在把自己养得很有力量。这期就聊到这里，晚安，记得崇拜自己。